gold card of about $5 million. The sale will start in about 2 weeks. We're going to be selling a gold card. You have a green card. This is a gold card. We're going to be putting a price on that card of about $5 million, and that's going to give you green card privileges plus. It's going to be a route to citizenship, and wealthy people will be coming into our country by buying this card. They'll be wealthy, and they'll be successful, and they'll be spending a lot of money and paying a lot of taxes and employing a lot of people. And we think it's going to be extremely successful. About 2 weeks. 大家好，欢迎来到幸福频道。2025年2月底，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了一项引人注目的新移民计划。金卡计划，该计划要求外国投资者向美国投资至少500万美元，以换取美国的永久居留权及后续的入籍通道。这一方案迅速引发了全球关注和热议。今天的视频，我将深入分析特朗普提出的500万美元金卡的移民计划，探讨其背景、内容、潜在影响以及面临的争议。And how many people are waiting in this line currently? So there are 250,000 people waiting in line now. If they're willing to pay the $5 million, that's over $1 trillion. That comes directly to $1,250 billion just for that line. And I think, oh, come on. Yeah, no, are they going to be vetted, first of all? Of course. Deeply vetted, and we said that from the first minute go. These are vetted people. These are going to be great global citizens who are going to bring entrepreneurial spirit, capacity, and growth to America. 金卡计划是特朗普团队提出的一项移民政策设想，旨在吸引全球高净值投资者。与现行的EB-5投资移民签证相比，该计划的门槛显著提高，从EB-5的80万至105万美元跃升至500万美元。此外，金卡计划不再要求投资者创造就业机会，而是直接以投资额为标准，资金将用于偿还美国国债。特朗普预计，若售出1000万张金卡，将带来5万亿美元的收入，为美国债务问题提供资金支持。2月26日，美国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 （Howard Lutnick）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大约有25万人在排队申请金卡签证。如果按500万美元的价格计算，名单上的申请者或将为美国带来1.25万亿美元的收入。特朗普的移民政策思路向来独特。如果金卡计划得以实施，它将对美国的经济、社会和移民体系产生深远影响，并可能加剧社会阶层分化。一方面，富有的外国投资者可以更容易获得美国居留权，享受优质的教育、医疗等资源；另一方面，低收入移民和难民可能会面临更严格的入境限制。这种移民政策的调整可能引发关于公平性和社会影响的广泛讨论。金卡计划自提出以来就备受争议。虽然金卡计划理论上有望为美国带来大量资金流入，但却存在经济风险。一方面，富豪的消费主要集中在奢侈品和资产投资上，对实体经济的拉动有限；另一方面，金卡计划可能导致资本空转和贫富分化加剧。事实上，欧洲一些国家类似的黄金签证，因为导致一些核心城市房产价格上涨而引发了社会不满，现在都已经不得不取消。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不要你觉得。其实，发达国家的移民政策一直以来都偏向2类人群：富人和高科技人才。这种设计的逻辑很简单，富人带来资本，高科技人才填补劳动力缺口。但现在这个规律正在被人工智能 AI 打破。比如加拿大移民、难民和公民部 IRCC 在2025年2月27日公布了新一年的快速通道 Express Entry， 简称11类别调整。在 STEM 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建筑师、软件和网页开发程序员、数据科学家、网页设计师、精算师等职业被移出优先名单，而保险代理人和经纪人却被新增。为什么？因为 AI 已渗透到软件开发、数据分析等高科技领域，缓解了这些岗位的短缺压力。而像保险行业这样更依赖人际互动的职业， AI 暂时还替代不了。这说明 AI 不仅在重塑高科技移民的传统模式，也在推动政策变得更灵活、更多元。我知道你有理，
当我们先不讲道理，我知道你很急，但是你先别急。再回到特朗普的金卡计划，他瞄准的是社会顶端的富人，这些人往往象征着成功和进步。随着 AI 应用的日益定制化，这些顶级精英更是如虎添翼。他们不仅有雄厚的资本，还能利用 AI 工具放大自身优势，让创意和理念无需依赖庞大的专业团队就能快速落地。比如 AI 工具如 GitHub Copilot 可以生成代码，大幅减少对初级开发者的需求。这对盛产软件工程师的国家，如中国和印度，可能带来显著冲击。这些国家长期以来依靠输出高科技人才到发达国家，但随着 AI 削弱对传统程序员的需求，其移民和技术输出模式或将面临重新洗牌。那么，在与 AI 共存的时代，普通人该如何规划自己的人生呢？首先，无论身处哪个行业，独立思考的能力都是不可或缺的。AI 虽然是一个极其强大的工具，但它永远无法取代人类独立思考的能力。面对 AI 带来的变化，我们需要主动适应，学会使用 AI 提升效率，同时培养那些 AI 难以企及的技能，比如创造力、情感连接和复杂决策能力，注入独特的个人风格，就能打造出大获成功的作品。比如用 AI 几分钟搞定动画初稿，但加上你的创意和独特风格，就能做出爆款动画，席卷全网。好啦，小伙伴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你认为 AI 是否会改变移民格局？如果你有500万美元，你会选择移民美国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一起讨论。如果你喜欢这样的深度分析，别忘了点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第一时间获取最新内容。我们下期再见。話咪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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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嚕飆咕嚕飆，空隆扛啷扛啷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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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